好家伙，虽然之前就预感到红魔这把又到了该加入金属元素的时候，但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以这样的形式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还记得吗？应该是厨房附近，那时候都叫你304。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大手哥。红魔 8S Pro Plus 冰封银翼，一个拿在手上仅凭颜值就能令你忍不住浮想联翩的神奇存在。本次最主要是性能升级，外带换了涂装，倾向细节调整。我们简单瞧一瞧，再捎带摸一把4 Pro 散热器，时间不会很长，马上开扯。首先肯定还是这块全家标配且大获成功的 UDC 全面屏 4.0， 尽管在前摄效果、身形等方面不可避免的要做出一定选择与割舍，但换来如此广阔、平坦、完整而又近乎无边的极致视野，谁又能言不值得呢？毕竟做到不论息屏还是亮屏，甚至多屏都格外舒适的地步，效果确实令人欲罢不能。最可怕的是，这显然还并不是他家的极限，相信只要他愿意，重启双侧零边框纯属探囊取物，真是想想都恐怖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份上可有再叠这一层 buff 的必要吗？整体周身其他设计还是那么的刚劲硬朗，所有的开口按键设置等等也均与之前保持一致，不再赘述。全新涂装之前我们说他家这波机器身形给人感觉总是宛如铁板一块，没成想呼嚓来了个一铁到底。尤其这个冰封银翼配色是吧，让我都差点误以为是迷你版不锈钢菜板，或者随便撒上一把枸杞就能开干的清汤锅底儿。难道是明示本次自带香气？不过当我正准备投放蔬菜包之际，才猛然发现这他娘的居然是玻璃，只能说绝了兄弟们，你见过搞得这么不锈钢的玻璃吗？无论是疯狂闪耀的色泽、冰凉棒硬的质地，亦或一丝不苟的纹理，估计交给走进科学都够拍的3级未解之谜。结合本就是银色的方正机身，与其说是手机，反倒更像是某种科幻金属艺术品，纯粹凛冽且究极。而当指尖划过着犹如盘面的3D 时刻，稀疏的声音又仿佛是某种未知的机械文明跨越时空的低语，讲述着那波澜壮阔的遥远传奇。咋样？这么一逼逼，星际胶囊外星遗物咋不比锅底儿强？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这把非透明版本也可以看到内置风扇的 RGB 灯带了，熄灭状态为隐藏效果，点亮后可以说和透明版除了看不到风扇本体之外也没啥大区别。字幕灯带依然支持丰富的场景、方式、颜色等等自定义，不过风扇灯仍旧是固定的样式，无法改动。整体效果熄灭做到了尽可能低调，点亮倒也不算过分张扬，有点那种显示在金属板上的感觉是吧？话说今年风扇是真亮啊，非常的五颜六色。好了，不知道朋友们喜欢本次的设计吗？5分满分，你又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几家欢喜，三星一家愁的领先版骁龙8/2超大个主频提升 5.3%， 变为 3.36G 赫兹 ，GPU 提升 5.7%， 来到719兆赫兹，眼熟吧？横竖的也就是当初的8/2三星特供版，这回行了，改名了，家家都有了。不重要的测试，尽管不排除软件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 bug， 但该说不说，结果的确有点提神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雕吗？假设用之前红魔8 Pro Plus 的标准版8/2作为参考，领先版 CPU 性能提升 4.6%， 功耗却暴降了 30.8%， 效能狂涨 45.3%， 你敢信？不过 GPU 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虽然性能提升 9.4%， 但全力压榨下功耗也跟着涨了 47.7%， 相较 CPU 部分看起来似乎更像是超频的结果，所以尤其 CPU 部分很有可能 3.36G 赫兹才是8/2原本的设计目标，只是挑挑拣拣搞出来没那么多，想摸雕的话得加钱。有意思的是，也许正是得益于体制加持，以往需要手动输入指定代码才能开启的破坏神模式，红魔这把极其嚣张的直接摆了出来，可以一键开启了。跑分没啥可说的，甭管是 Geekbench 6、安兔兔10，亦或 3D Mark， 这玩意几乎跑啥都要比标准版8/2略高，甚至连运存好像都变得更快。值得注意的是 PC Mark 按照红魔以往调性跑这个东西是根本不给性能的，但本次仿佛坐上了窜天猴，原地暴骑。再结合刚才提到的隐藏模式的开放，似乎领先版8/2确实给红魔带来了极大信心，性能策略前所未有的积极。3D Mark 烤机同样印证了这一点，表现仿佛从市井草莽突然就君临天下了。哪个叫标准版8/2？什么他妈天机带加号，全部摁地上抓住就是一顿暴捋，闭眼乱杀，恐怖至极。可能单看23.1帧的平均帧率还好说，纵使无人可敌，也不过是比此前最高的 RG 多了 7.4% 嘛。然而注意，它可是以 98.7%， 逼近 99% 的稳定性砍下的23.1帧，也就是说全程性能释放几乎没有一丝退缩，20轮循环全部满血。抛开专属白名单加持的 K60 Pro 暂且不提， 21.5 帧的 ROG 7 Pro 都没能干进 90%， 关键为了做到这一点，还付出了平均 11.2 瓦的代价。反观关闭内置风扇的红魔只有不到 9.1 瓦，且不论是否开启风扇，对输出还几无影响。咱就是说，这他妈是不是领先的有点太多了？似乎有些要灭了标准版的倾向。温度参考边好像也没啥价值，可是 ROG 霍霍吧，已知性能更强，火力还要猛得多的前提下，关闭内置风扇的红魔 8S Pro Plus 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温度相较 ROG 7 Pro 低了 1.88 摄氏度， CPU 平均低了 13.6， GPU 低了 6.3， 而一旦再开启风扇的话，
话，可以说结合性能表现，红魔就是以绝对优势进入单方面虐杀标准版8.2机型的范畴。这块还是他自己比自己吧。周身平均能进一步吹起来 3.66 摄氏度 ，CPU 下降 3.2 ，GPU 下降 2.6， 复合降温 3.1 摄氏度左右，风扇效果和前作倒是差不多。至于破坏神模式，虽然性能释放更多，但不装载外置风扇且绝境模式已然足够猛的前提下，看起来作用也就并不明显了。一定要用的话，建议搭配背夹，比如4 Pro 是吧？也许是出于市场策略调整，红魔今年虽然一股脑扔出来多达4款散热器，但不同于一贯作风，似乎整体都剥离了专属属性，从设计到功能甚至是价格，看起来均偏公版一些。4 Pro 作为其中功率最高的背夹款，上手第一感觉就是这玩意儿真大。参考颇有几分神似的冰封3 Pro， 隐约还大了一圈，握于掌中，手感可以说是相当的扎实。不过好在得益于红魔的大身板，实际上机并不会产生显著干扰，同时在自身身材的衬托与稀释下，感受上反倒增添了几分轻巧。整体造型有些类似游戏中的那种铝合金装备箱，拿着总有点想翻开的感觉。银中带红的配色与红魔也甚为搭调，只是做工用料不免有点粗犷，塑料感强，同时银色胶漆触感略显滑腻。红魔37 4 Pro 没有连接手机的设定，灯光无自定义且不能单独关闭，周身提供了一个物连键，不论是否加持，反正通电即是3档27瓦最高档位，按钮摁一下2档，再摁1档，接着摁关机。该说不说，交互逻辑倒还是挺好记的。为什么一定要插一段风扇呢？因为后面会用到一下，避免突然冒出来朋友们不知道说的是啥。好了，该打游戏了。半小时最高画质120帧 HDR 王者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块不是有一行 LG 吗？这个就不用看了，目前明显是有点适配问题。王者咣当直接给了 6.5 瓦，有点离谱是吧？还是参考前作，我们简单瞧一瞧。虽然在王者这个压力级别区别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在8.2领先版加持下，红魔 8S Pro Plus 整体确实还是又往上窜了一点，帧率更加的极致平顺，同时温度也更低。关闭内置风扇条件下，周身平均 36.9 摄氏度，相较之前下降 1.22， 开启风扇平均 35.72 摄氏度，相较之前下降 0.5。为什么我没有说这个差异是误差呢？注意 ProDog 给出的内部平均温度，就算不开风扇，本次也要比之前开了风扇都还要低一截。CPU 平均低了 4.3 摄氏度， GPU 1.6， 只能说这个领先版可能真的要比你想象中更香。最高画质星穹铁道，这可能是最短命的跑分游戏，咱总共算上这回才跑第2次，没想到直接就被征服了。红魔 8S Pro Plus 莫秒全一波带走，即使全程关闭内置风扇，也能轻松写意的拿下平均60帧满帧的成绩，搞得屁股都没坐热的 LG7 是陷入沉思。而如果双扇叠加，帧率甚至还能达到 60.1 帧，嚣张至极。有同学可能说，这不是还有很多跳帧卡顿吗？当然讲这个恐怕基本和红魔没啥关系。注意 LG 和红魔的跳帧次数相当有规律的围绕在每10分钟18次上下，而咱的路线是固定的，懂我意思吧？不至于外，估计就是游戏自身优化问题。天王老子来了，最低也得跳这18下。红魔这波算是连米哈游的裤衩子都扒了。温度方面大概2点关注，一个是尽管 GPU 单向极限压榨的时候效能不佳，但到了实际当中，比如这个偏向使用 GPU 的星穹铁道却并没有出现任何翻车迹象，反倒纯靠被动散热条件下，在拿到更多性能的同时，内部温度比功耗同样差不多 8.5 瓦的 LG 都还要更低。 GPU 低了 2.5 摄氏度， CPU 低了 4.1， 可以说在处理器、系统调教、散热等等综合助力下，红魔本次表现毫无疑问是比较超出预期的。第二点，关闭内扇是为了方便参考，开启内扇才是红魔的完整形态。此时周身平均温度下降 4.3 摄氏度，相比 LG 低了3度， CPU 下降 1.4， 比 LG 低了 5.5 度， GPU 下降1度，比 LG 低了 3.6 度。另外4 Pro 背夹效果也不错是吧？叠加后机身表面可以进一步砍下7摄氏度左右，内部直降10摄氏度上下，回头有机会可以和哥几个横评一下。至此，估计有同学应该已经发现了，就是面对高性能要求的游戏，红魔这把和之前到底是提升多少，其实还没有结论。我建议通过最高画质原神把这个缝溜上，这就颇有些一代版本一代神的味道了。要么红魔8 Pro Plus 进入了夏令时，要么原神压力变大了。总之，开启内扇条件下，目前是 6.7 瓦拿到平均 59.7 帧，红魔 8S Pro Plus 则没啥悬念， 60.3 帧高高的宛如直线，且平均功耗要低 0.4 瓦左右。温度方面，红魔 8S Pro Plus 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 41.16 摄氏度，相比前作低 1.16 度，同时内部提升幅度不小， CPU 低 8.4 度， GPU 低了 4.6 度。查看 CPU 调度情况，两者并不相同。领先版虽然仅仅超大核主频增加 5%， 但基于此通过拉升超大核主频的下限，降低小核上限，原神当中却令整体使用率下降了 10%。其他震动方面依然是双 X 轴线性马达，不过猜测是系统升级的缘故，震感与之前有点不同，似乎融合了 Z50 Ultra 特质，打击感略有提升。
外放效果没有变化，不再赘述，有兴趣可以找之前视频听听看，是一样的。屏幕方面同样如此，我就不重测了，毕竟都整好几回了。但有一点还是稍作补充，就是亮度。HomePod8S Pro Plus 表现尤其均量层面相对更接近 Z50 Ultra， 比之前要好一些。全屏激发亮度虽然纯论绝对数值仍然不算高，但并不需要纠结，基本不会影响实际体验。播放 HDR 内容时，局部峰值也可以达到900尼特以上。还有就是上回说的这个户外使用，当时光逼逼了没演示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妥，这把补上。晴天北京正午阳光直射，已知这个温度计的上限是50摄氏度，拍摄时差不多仅用1分多钟就炸了，所以我估计这个场景起码60摄氏度肯定有了。随便找2个全屏激发1000以上的朋友，小米13大致在40秒左右即会出现亮度下降 ，X90 Pro Plus 1分27秒上下也会明显暗下来，1分30秒小米13开始第2次下调亮度。好了，左边是最开始，右边是2分钟截止，这就是上回逼逼的情况，真到室外指不定谁好使。当然小米13情有可原，毕竟机身小嘛。想说的是，不管是谁能超过1000的诸位，对着太阳都很有可能亮不了太久，而努比亚或者红魔这波相对则更能扛一些。更入度实测同样未见显著区别，相较前作处在同一范畴，游戏菜单小有变化。左侧插件库新增了个排列方式，每个插件的快捷方式都有简单的注解说明。另外搞了个数据看板，可在游戏内悬浮实时显示 CPS 手速以及 MPM 动作复杂度，辅助练习提升。就是画面属实有点小。数据面板与性能监控可同时使用，任意投放，互不冲突。另外这个面板在游戏空间内，比如王者荣耀还可同步显示战绩、游戏空间以及各种设置等等未见显著区别。红魔机也还是这么的性感 Q 弹，据说近期应该会有新的主题吧，以及泳装新皮肤。Redmi Magic S8.0 就比较好理解了，大幅完善系统功能细节，令日常使用中更加趋近正统旗舰。经典一点的，比如个桌面隐藏应用，现在红魔也有了，之前仅支持特定几个应用的分身，本次同样变为几乎但凡需要登录的 APP 皆可双开。此外，亦提供了阅读模式，可以指定应用开启，也能全局使用。再结合1440赫兹高频调光，我就不信这么打游戏谁还敢说你飞眼睛？还有很多细节调整，时间关系就不逐一展开了。其他就没啥了，追求长续航 Pro 版还是80瓦快充加6000毫安时大电池，追求快速充电那就是今天这个 Pro Plus 版165瓦快充配5000毫安，160瓦充电实测1%电量起充，5分钟充至43%，4分钟79%，充至100%耗时15分钟，完全充饱则需19分钟。但是它这个目前有些温度敏感，如果你实际到手充的没这么快的话，可以试试重启并冷却至25度左右再开始，基本也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整体对个人而言，红魔 8S Pro Plus 最主要进化点肯定还是领先版802带来的性能表现。从这台的情况来看，相较标准版802释放更高，温度也更低，尤其是温度层面，在红魔这种级别的散热加持下，幅度还不算小。最关键是独占性，虽然领先版802后续可能还有很多机型会搭载，但恐怕能真正把这东西推向极致的游戏手机，大概率只此一份。起码战至8.3，估计问题也不大，是吧？时间关系，有很多重复性的东西都并未提及，有兴趣可以到往期当中了解一下。不知道朋友们感觉这把的红魔 8S Pro Plus 如何？802领先版又是否达到你的预期呢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